楊尚昆晚年坦誠自己一生做了2件違心的事，其中最讓他心懷內疚的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批判了老戰友彭德懷，但他的命運並沒有因為這次表態而好轉，反而在6年後迎來了更大的風暴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1965年11月10日，楊尚昆被突然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。同一天，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名為《評新編歷史劇費海瑞罷官廢》的文章。這篇文章傳達了一個重大政治信號，而楊尚昆被免職恰恰發生在這個歷史節點上，絕非巧合。1966年7月，楊尚昆開始被隔離審查。12月25日，他被押回北京，開始遭受無休止的批鬥。那個曾經為保存黨的歷史文獻而做的錄音工作，被歪曲成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，成了他最大的罪狀。對於所謂秘密錄音問題，楊尚昆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。他說，這件事本來很簡單，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，但被反動派搞得神秘化了，成了整人的工具。他甚至認為，錄音不但不是他的罪過，反而是一大功勞。真正讓他痛心的是，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，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。就這樣，楊尚昆經受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，直到1975年才被解除監護。又過了3年，他才等來平反的機會，卻不得不違心的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字。晚年的楊尚昆把這一切如實寫進回憶錄。他說，寫回憶錄絕不可譁眾取寵，更不可借此誇耀自己，材料必須詳實可靠，要靠文獻說話。遺憾的是，他的日記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抄家燒掉了，但他留下的這些文字已經足夠珍貴。一個人能在晚年直面自己的軟弱，這本身就需要比當年說真話更大的勇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，關注我，了解更多歷史故事。